是还有一个让人雾里看花。我们看到呢是这个中国的政坛大地震哦，因为就在昨天的时候，突然是宣布这个免去了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的职务。另外呢，在之前已经被免职的秦刚呢，他现在也丢了这个国务委员的职务了。不过注意到是目前没有任命新任的国防部长了，所以大家也很好奇说，那有可能会是谁来担任呢？就被点名的包含了像是这个刘振立哦，那我们帮大家也稍微简介一下哦，他曾经参加过1986年对越南的两山战役哦，那当然在军方的排名是第4的高级将领。另外也被点名的还包含是这个何卫东哦，他呢我们也帮忙整理是66岁，那么他也是被视作是习近平派系的这个亲信之一，是闽江新军的主要成员。所以其实这2个被点名的呢，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有实战的经验，一个当然呢是长期在厦门。所以说，大家就会点名说，这2个人现在看起来呼声是比较高的。只是说，为什么在昨天既然已经是免去了这个国务委员跟这个包含国防部长的职务，为什么没有人选呢？就有其评论认为说，有3大可能。首先，第一个呢是选不出合适的人，因为像是李尚福和秦刚都是在20大跃升大位的，所以这个资格审查要查很多啊。如果现在都已经出事的话，所以主事者就要更小心了，因为怕说这个不问人选会不会万一又出了什么事。再来是这个可能2呢，是有合适的人，但没有合适的布局。因为目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当中呢，有作战经验，还有战功呢，据说只有刘振立一个人，可是他也不一定就适合整体的布局，更别说何卫东。我们刚刚讲到他这个比较相较而言没有实战的经验。第3个呢，就是国防部长虽然是要职，可是呢，连副手都没有他只是呢，属下只有国防外事局，管的是军事类的外交活动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职务他如果悬空一下下呢，可能也比较没有什么关系。或许更重要的才是经济我们看到10年来第一次，习近平是巡视了大陆的央行。那呢，另外他还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那为什么要造访外汇管理局呢？很可能就是要进一步了解说如何管理这个3兆美元的外汇存底分析师也预估说，中国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增加黄金的购买量他们就说大陆正在抛售大量的美国资产，预计呢会将资金呢来重新配置成黄金，因为黄金是美债呢少数可行的一个替代品这难道也是在盘点说中国大陆现在还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经济筹码吗？因为确实经济是一个可以破冰，但当然也可以拿来当做一个筹码的东西我们看到呢，在经济的部分呢，中美也进行工作组的第1次会议进入一个建设性的沟通是在24号的时候，由双方的副部长级。那当然，另外还很关注的是美国加州的州长他也访问了深圳那么试乘了比亚迪的电动车，甚至他就说他也很想买耶。那当然，因为加州大家都过去说觉得说他钱蛮多的嘛，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州长怎么说。How are you feeling? No, I want 2 of them. You want 2 of them? Okay, deal. Yeah, no, I know. So I've been at this for a long tim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them owned over the years. But this is another leap in the technology. Next level. I can't believe it. We got to get these in the States. Got to get these. We're working on it. Amazing. No, I know. I'm sure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that. Incredible. 好，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加州的州长是不断的称赞但是呢，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加州是蛮有钱的，我们不是空口说白话先大家来看到因为呢，在评论就有说加州有望可以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的第4大经济体那就有数字德国目前的账面 GDP 是4兆2200亿，加州是3兆3570亿，所以2个人的差距其实一直在缩小，所以未来几年很有可
可能会超过德国，就变成是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的全球第4大经济体。那加州呢，也是身为美国最富有的一个州，人口也是最多的，所以其实也有人认为说，它完全具备了一个独立的条件，常年在加州也确实有独立这样的声音存在哦。我们先请教郑云哥，怎么看说现在这个中国政坛的这样人事的大地震？我们现在仍然不清楚李尚福跟秦刚问题是出在哪里，因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说他有被双开的记录。双开是在共产党对于有重大贪腐事件的官员所进行的惩处，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移送法办啊。那以目前来看，并没有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可能在观望一段时间，看到底什么原因。至于派出来的人可能当然是刘正立的几率会比较高啦，因为何卫东并不适合。不适合的原因，他已经是军委会的副主席了。军委会的副主席是比国防部长高啊。那换句话等于往下兼，有点像王毅现在不得已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往下兼外交部长。在大陆的体制，外交部长是比那个中央的外事办公室第一级，大家回头来，那你简直叫何卫东回头来接这个国防部长，也有点怪，因为国防部长一般只是军事委员委员，还没到副主席这个位阶。好。但是我是觉得，大陆上因为他们的中央组织部一向是对人选做过各种方面的清查，那是不是这方面做得不够踏实那不够踏实的话，也会给习近平主席带来一些麻烦这一点他们可能要想办法去改善。照道理，重要人士要做很细密的清查。我印象很深刻奥巴马刚当总统的时候，他怎么清查他的阁员呢？他规定要当阁员呢，10年来你跟谁有性关系都要填清楚啊！真的，奥巴马就这么干了就是所以是一个很必要，然后呢就清查看有没有间谍之类的东西啦所以。国防部长当然以大陆的体制来讲，暂时悬缺没有问题，可是也不方便太久，因为人家别的国防部长找不到对口单位，这也不好了真的也是不好那央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经济越开放然后这个金融越发达的时候，央行的角色就越重要。所以有人讲说，美国联邦准备银行的理事会主席，他就是美国的地下总统，这个某种程度是对的。但因为过去大陆上对央行基本上没有用这么高的地位跟这么高的重要性来看它，可是随着大陆不断的开放，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外汇各方面影响经济影响太大了。那现在大陆上我从去年2月批评到现在它的黄金存量才2000吨，比俄罗斯4000吨还不到一半，这能看吗？而且你外汇存底3兆多，有2兆多放在美国，你准备让美国剁脖子是不是？这不对啊！那就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你把家当都放在人家的口袋里面，这不很奇怪所以我是觉得，不是我爱说他们央行实在讲不出一个理由来，他们这么做。美国加州州长 Newsom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他是谁呢？他就是裴洛西的侄子所以他今天风向转，他的什么他姨妈嘛他的姨妈是非常反中的，他现在。这个亲中就表示他的官风向，因为虽然他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争议，不过基本上很多人看好他未来会选美国总统所以他现在带头在搞亲中的把戏，显然美国的舆论风向有在转了那我们就静待看他的表现吧。再来请教这个赖老师，怎么看说怎么看说这个经济现在是不是其实也在盘点说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筹码IMF 认为中国的筹码基本上是足够的，也就是说工具箱是够的。因为他们有观察到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疫情中，他们没有像欧美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一直用印钞票的方法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在多发公债这个部分问题不大。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他们也多释放出1兆人民币的公债由中央政府直接拨给地方政府。然后去作为他们在这段时间疫情以及洪灾汛灾的这个纾困用。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多了这些新的预算，那么拨给地方的时候，会有刺激地方经济活用的这个功能我觉得习近平每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他的
工作的重点有在移转。我们也留意到啊，例如说前段时间他到黑龙江、到东北去，那就会勾画出一个振兴东北的一个计划。到长江或是到这个闵行等等，它都会有一个整个大计划在走。也就是说，不管是区域的经济或者什么，但这次会特别到这个央行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它的重点现在在国防、外交各方面其实都理顺的时候啊，它就会往这个目前的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点了，那也就是金融这个部分里面开始要加强了。因为他要去看，他不是只是去看，是要下指导棋了。那要下指导棋之前，那他的后面的这些一群的智囊，其实已经开始在做调研，做各种研究，然后开始会有新的布局。因为以大陆的体制来说，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他去哪个地方看的时候，不是只是去看一看，他是要做布局，要下达指令。然后要推动，而且这一推通常都是一个比较长政策的一个推动跟发展。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很明显的，大陆的金融体系啊，他们的往前在推的力道就会很够，因为这是代表这个一个最有权力的人，他在这个地方里面要有活动。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看他怎么在这个地方里面怎么会提出他的一个构想啊，或者是提出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指导。我觉得加州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最新的一个资料，我想现在可能已经正在进行中，就是习近平会见的加州的州长。那我们有看到会场的安排，他是以客人的身份，也就是说不是这个工作会议的一个方式，而是以例如说他接待盖茨接待他们的这种2个人坐在这个椅子上。中间有个小茶几的这样一个会谈，因为加州这位州长到中国大陆来进行7天的访问，在出发前的时候已经到中国之间，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也就是他同党的对于他的批评那是不遗余力，但是这个州长还是决定要做这件事。而且他来了以后去坐高铁，去坐比亚迪，这些都是刺激到美国人心里面最痛、最软的那个部分。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习近平接见他，其实会对于美国很多州的州长会有一个示范效应。相当很多，我估计可能会有很多州的州长，尤其是跟中国大陆像农业啦有更多合作的，那或者是像德州啦。会不会也想学习，然后也到中国来访问？这样的话，由州来突破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个抗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战略。对，就政治没办法破冰，那经济破冰可以吧？来，宾哥，我觉得首先就是李尚福的继任人选到底是谁？我个人认为，当然刘振立可能性是蛮高，但不应该是因为2、3战役他的战功的问题。因为我讲实在话，2、3战役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20多年前，最后一次1993年，差不多30年。然后2、3战役当时的那种战法，虽然中国大陆是从全国各地调部队，不断在那边做训练，可是说真的，当时跟越南那种战法已经是上个世纪的那种作战方式，跟未来中国大陆可能面临到的作战方式，其实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大陆现在的整个军事装备、科技能力，跟当年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觉得当年的这个经验恐怕不能够借鉴到现在的战争多少东西。所以我觉得，就算他升上去考量，大概也不会是这样的东西，而是有其他的一些考量。那至于说他们现在整个布局到底为何，我个人是蛮赞同刚刚蔡委员说的，也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是犯到重大到被双开的这样的东西，那个是非常严重的罪，应该早就出现。不会，你看时间拖了这么久，然后慢慢一个一个把他的失误把它除掉。所以我觉得他们犯的就是触犯的东西，当然可能很严重，但是不至于严重到像外界所揣测的那种程度。我个人是认为恐怕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至于说加州这个州长呢，我是觉得其实他在帮美国其他州的州长做一个典范。什么典范？也就是现在美国拜登为了自己的竞选，他已经没有在管各州的死活，他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想办法在他的以色列金主面前站稳脚，
第二个就是想办法用外面的这些事物来想办法企图影响内部的东西。那对真正去协助各州发展这些，看起来拜登并没有用到很大的心力。我就记得拜登刚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弄了1兆的美国基础建设，请问一下到现在做了没有？好像什么也没做。那如果你的总统是这样的状况的话，你大概也就不能等待他，你要自己想办法突破。那实际上，加州这个州长他本身也做了很多有争议的事情啊，包括什么零元购啊，什么东西也是这个人搞出来的。但是至少他是一个，你从他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蛮勇于挑战、蛮勇于突破的，也不太会在意外界目光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因为他当然很多人会因为他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言行去批评他。可是大家都知道嘛，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他去中国大陆想办法招商引资，想办法希望能够对加州带来好处嘛。所以这个时候说一些场面话或者是赞美人家几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他这次回去收获满满的话，那恐怕接下来去见习近平的美国州长就络绎不绝了。我觉得这个是双方的另外一种互动的模式。对，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另外一种路呢？好，不过我们接下来也要大家来看到哦，是在这个以巴的部分呢。好，现在呢说是有12架的北约战机哦也升空了，那压制的目标呢就是伊朗了。那当然呢，意在也是要监控叙利亚南部一些伊朗和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哦，他们有没有什么动作？一旦发现有状况呢，美军就会实施空中打击哦。那这个是中国军事媒体所披露的。可是呢，不止哦，就是空中的部分哦，你看到在地的部分呢，为了攻击哦，藏在加沙地道哦，以军呢也是呢出动了这个重型的钻地弹哦，就是呢要在这里头呢。如果来有实施攻击的话，可能呢不会有幸存者了。那这个也是要为即将到来的地面攻势铺路哦。可是这件事情我会担心说，会不会演变成更大的冲突呢？因为布林肯现在也警告了，说伊朗不要再开辟新的战场了，甚至说如果美国人遭遇袭击的话，拜登政府绝对会果断来回应，说不希望这场战争会因此而扩大。那在驻中东的美军，其实过去7天呢就被攻击了13次了。美国的国防部呢也祭出了新的措施哦，希望可以保护他们的部队。那这个其中呢，我们看到有这个连3袭有遇袭，然后呢有24个人就受伤了。所以呢，艾森豪号的航母呢也急转弯了，就是说要来贴身的警告伊朗，你不要再有另外一波的冲突了，不然呢我也不会坐以待毙。好，可是呢，现在连这个俄罗斯他们也表态了，说挺伊朗。他们在黑海呢部署了10马赫的导弹说是要威慑美国的航母。我们看到就是这张图那么是这个军事专栏呢就提到说，米格31战斗机也已经在黑海的上空来巡逻了。那么，而且都挂载着匕首高超音速的导弹，而俄罗斯呢，不只是在军事上我们看到在外交上呢，他们的这个外长呢，也要访问德黑兰，说是要进一步加强俄伊的伙伴关系。好，可是同一时间现在西方国家呢，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呢，又出现了不同的变化了，因为有一些西方的大头也开始觉得说，这似乎以色列的行动也不太恰当，好像是马克宏呢就说让巴勒斯坦建国也可以使以色列受益好，你看到这个很尴尬，因为是跟纳坦雅胡2个人开的这个共同记者会就没有想到马克宏呢就直接当着面这样讲那当然呢，纳坦雅胡就说这场战斗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而已，是所有人的战斗，但是脸色非常凝重因为这个状况呢，气氛瞬间要凝结了。另外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提到说，巴勒斯坦人已经遭受了56年的窒息式占领了，所以他们土地是被吞噬，受到暴力侵扰的，还有经济也受到压抑，人们呢也因此无家可归，家园都被拆除了。好，那
在这个联合国上讲这个话，以色列当然这也是非常生气哦，就说古特雷斯没有资格领导联合国，要他赶快的辞职。而在内政部分呢，以色列现在也遭遇困难哦，因为纳坦雅胡有一些反对他的声音开始出现了，像是就有传出说有3位部长哦，他们要打算辞职，就是要逼纳坦雅胡也要他下台负责。而现在也被发现哦，说纳坦雅胡他自己的儿子呢，根本就没有回到国内来服役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什么这样的差别待遇啊？你看到他这个就是他的儿子哦。32岁的儿子雅尔从4月开始就一直待在佛州了。就算是以哈冲突之后呢，他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要回到国家哦来上战场哦。所以很多前线士兵就说他在卖阿密爽，结果我在前线呢，这有道理吗？好，那现在还有人哦，拜登哦挺以色列，就现在自己也弄得满头包了。因为呢，拜登就被批评啊，你怎么没有谴责以色列也推动停火呢？这个恐怕呢就会反映在数字上哦。因为像是在密西根州哦，阿拉伯裔的美国选民有占5%，宾州跟俄亥俄州呢，摇摆州同样阿拉伯裔的美国选民也占了2%哦。这个都是这些地方的关键选票，所以到时候很有可能会倒戈。另外呢，还有说是美国为在叙利亚的3个军事基地啊，10月23号也同时遭到袭击，疑似就是受到伊朗所支持的军事组织所做的。而当时呢，拜登在干嘛？他在白宫演讲，还不得不赶快先中断哦，就是为了先来听简报哦。先请教郑源哥，怎么看说呢？现在这个当然12架的北约战机哦，说是要升空，可是这个冲突会不会变成呢这个美伊冲突扩大到这样状况？伊朗非常的清楚，就是美国随时在找他茬，准备修理伊朗。那伊朗这个时候不可能给他任何一个机会哈，让他有秀，因为如果以空中力量来讲的话，伊朗当然不是美国的对手，更不要讲说整个北约了。所以伊朗这方面是蛮聪明的哈，他要避这个锋锐，以后再找机会。没有人那么笨了，这个时候跟美国起冲突，而且还打不到以色列，对啊，不是这个对佩勒夫人又折兵嘛，所以伊朗不会干这种事哈。但是美国当然要做事哈，好像可以威胁伊朗，然后让美国国内的一些犹太选民啊，觉得说哇，这个美国有尽到一个保护国的一个责任，他可能表现只这样子而已。包括所谓的中东基地遇袭，那个都是小规模的袭击啊，谈不上到的战役或战争的规模。那美军应付这方面也早就已经是熟能生巧，不必替他担心。俄罗斯在黑海部署的这些匕首导弹哦。谈不上威慑美国航母了，因为俄罗斯现在只要把他的俄乌战争守住就好了，他也不会去惹美国啊，所以这个 New Talk 这个新闻做的是比较耸动但是意义不大。你飞机在黑海，然后要打到地中海去，不是不可以。但是总是不是那么的对头，成本效益不符。不说不是什么，就总是在战略上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时候，俄罗斯打美国干嘛？对，要打就打以色列，打美国干什么？而且找代理人就行了。所以他现在是保守了，只要守住他的俄乌战争的现在的成果就行哈。西方很多的重要人士当然谈不上反以色列啊。他因为他平衡什么？他国内的穆斯林的一个选民的需要，比如说这个马克宏有很多的国内穆斯林的选民，所以他必须要这个跟中国站在比较类似的立场上。我尊重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是你要尊重巴勒斯坦建国的权利啊，所以当面发出这种声音，这个是外交艺术啦。然后古特雷斯讲的是公道话，他讲的是这个哈马斯在这一次的突袭之前的事情。那之前的事情是不是要一直纳进来考虑呢？那这个当然是以色列会受不了了哈。纳坦雅胡本来声望就很低啊，以色列国内要他下台的声音始终不断啊。那现在是反正哈马斯救了他，没有哈马斯他早就被赶下台了，连拜登都希望他下台啊。那对于这个他现在惹出说他的儿子没有回国服役哈，那当然会惹怒大家哈。其他的阁员如果说辞职够的话哈，就会像上一次英国的首相一样，就会被逼下台哈。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可能短期内还不会。美国的选举会比较玄妙，虽然阿拉伯裔的选民有什么2%、5%，但是这个摇摆州里面，包括密西根、宾州啊、俄亥俄这几个州
犹太选民影响力更大，对，也有钱有势。所以拜登也好，川普也好，整两权相害取其轻，相害取其轻他们现在取的是以色列这方面的人当然这场战争其实刚开始而已啦对，而且拖越久对纳坦雅胡越有利，因为逼他下来的这些声音就短时会被压抑着。对，所以以哈冲突还会怎么发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刚刚讲到以哈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更大的战争呢？来，老师，其实我们确实是有这个担忧了。我想这个马斯克这段时间的一个评估跟讲话，我觉得也具有相当的一部分的代表性因为我们研究战争的人，因为我研究战争已经很多年那个时候我在巴黎大学，在国防研究院我就是专攻在研究这个国防军事战争的问题战争常常不是大国想发生，但是它是一系列的一连串的动作，它就不得不发生了。对，那所以很多人类的悲剧或是很多区域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因为伊朗不是一个小国，伊朗有8000多万人，而且伊朗的地形非常难攻。这个是美国过去曾经尝试他攻打了阿富汗，也打下伊拉克的时候，原本因为他把伊朗就夹住了，他原本也尝试了想说是不是也把伊朗打下来，结果他的兵力被卷在阿富汗，也被卷在伊拉克，然后伊朗的这个投资下去的话，那对于美国在当时是一超多强是世界独霸的一个国家大于几乎 G7 再加上中国大陆、俄罗斯的总和加起来都不如美国一个国家这么强的情形下，你想想看，对于美国来讲，最后评估伊朗还是打不下来，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地形地貌的一个关系切割。好，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说美国没有打算要跟伊朗打，但是他要嚇阻伊朗不要介入，伊朗也没有打算要跟以色列打，因为伊朗跟以色列打对伊朗也不见得有利。可他要嚇阻以色列不要进行地面战，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考验在以色列要怎么做了。以色列目前一直在推迟地面战，因为之前他一直强调马上要打进去，而且一定要把哈马斯一定可以很短的时间内消灭光。那从1个礼拜可以消灭，到1个月可以消灭，到3个月可以消灭，现在看起来评估是越来越往后推迟了。然后地面战的介入的已经是一直越来越往后拉。这个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他们的初步的几次的一个试探，发现哈马斯的兵力保存的也还蛮强大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我们看到国际之间的舆论开始在变化了。法国马克宏的这个动作不要小看他是欧盟目前的领导者，因为德国已经衰败，过去比他强大的领导是梅克尔跟法国，但是以梅克尔为主。那现在是以法国马克宏为主，因为夏尔兹太弱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下，马克宏出来的表态其实就打脸了冯德莱恩，意思也就是说，巴勒斯坦有独立建国的权利，不能忽视，而且停火，这个跟冯德莱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要进行人道援助，这代表欧盟的立场。那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立场也是如此的话，我觉得对以色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对美国的压力也有。对，可以看到，其实西方国家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先请教彬哥，怎么看以哈冲突？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个中东基地遇袭，这些根本就是小事。讲实在话，那些看起来都是一些就是脑充血的一些人，就是看不过去美国跟以色列一些作为，就是这种比较自发性的，而不是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在我看来，这一些对美国在中东基地的攻击，跟伊朗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一些人的个人行为而已。那当然，布林肯会借这个机会去对伊朗做出这样的一个嚇阻，就是告诉他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实际上，我认为伊朗根本就不会动，他要动早就动了，他也不会等到现在。其实伊朗还很怕这件事情直接牵涉到他，因为现在如果真主党真的要动，
或是这个哈马斯要继续采取这样的攻势的话，其实伊朗反而很头痛，因为他也不想真的卷入这一场纷争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有点在虚张声势啊。那对美国来讲，越多这种遭受攻击的状况，反而对他向国内或者国际解释他为什么一直要在这边力挺以色列，反而是有好处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反倒是我是觉得以色列最好不要做得太过头，因为以色列这个大使直接去呛这个联合国秘书长。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首先，我们来邀请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到哦，还是呢这个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哦，他虽然说宣布不再选这个立委了，可是呢，他的热搜哦，哇，搜寻关键字马上呢都是他，光是他这个单日的网络搜寻关键字，你看到哦啊什么顾家啊、爱妻啊、外遇等等，但是注意到了吗？你看到像是这个罗志正啊，然后另外哦像这个王必胜啊，这过去有一些争议的人哦，好像也都被放上去哦，来这个大家讨论度非常高哦。好，昨天晚上啊，等于是民进党接连的重击哦。除了这个赵天麟之外，还有我们看到新潮流派系头人，当然就是因为呢，包含郑文灿他也被卷入，虽然他否认。好，但是最后痛的是谁？是赖清德哦。因为现在这两个人啊，等于说呢，也算是派系重要级的要角哦。那现在这种事情对他来讲呢，怎么辩解呢？目前看起来，尤其就担心说，如果证据是抓在对岸的手里，那绿营现在也狂打，说这个很像是被介选的感觉哦。好，但是这个赵天麟哦，他自己呢退出选战之后，没关系，要的人太多了。你看到哦，接棒赵天麟选的立委呢被点名啊，黄捷啊、郭建盟啊、黄文义啊等等的。好，现在有人已经表态了。那其中呢，呼声蛮高的黄捷哦，就说他是看党中央的安排，他也没有否认哦。那另外郭建盟呢，跟这个黄文义哦，他们都已经自己表态说愿意来接棒了。只是说，现在这个民进党哦，当然呢，为什么赵天麟这件事情呢也被关注哦？还有是因为过去大家也知道说赵天麟他有意要角逐高雄市长嘛，下一届的高雄市长。那现在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让他被盯上了呢？这个是不是其实根本就是民进党的派系斗争呢？侯友宜也这样讲说，这个内幕重重啊，执政过程呢，就是因为派系的分赃才会导致很多弊端。还有郑丽文也提到说，这件事情明明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为什么现在才爆出来呢？莫非新潮流出手了吗？谁要来跟我抢位置，我就会出手。还有 PTT 上有网友讨论哦，说这个照片精细程度啊，这个很巨细靡遗，各种证据都有那赵天麟他是永延派的，谁会打他？就是跟他有利益冲突的人嘛。然后网友就说，民进党那些小派系其实都根本要被新潮流并吞了吧？以后应该就是新潮流一系独大了。那现在呢，赵天麟呢，他这个背后这女生的这个身份呢，也被曝光哦，说会不会其实更致命的在后面呢？因为这个女生哦，叫做张晴，那大家还起底哦，说她是36岁啊，就是当时这是应该他们热恋的时候所拍的照片哦。可是呢，你看到像邱毅就说，这个私密的照片怎么会流出？还是在选战的关键时刻？难道说是女生要赵天麟给一个交代，所以把照片给了特定的媒体吗？好，现在众说纷纭哦。不过还有一个人哦，就是过去大家说你不要再吃女权自助餐了，是范云，因为赵天麟呢为了这个外遇的事情道歉了。那当然就说这个擦地板是性暴力吗？然后就说党员有外遇性骚扰啊。范云根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他不回应和人身安全和性别暴力无关的个人感情世界哦。不过呢，现在这个赖清德可以说呢，这个民主大联盟是不是已经变成是退选大联盟了呢？盘点一下其实从他提名到现在好，你看到
昨天的赵天麟之外呢，基隆有这种诈领助领费的然后林非凡呢是因为性平的风暴督导不周还有李正浩涉嫌偷拍的疑案陈欧破尸也是诈骗。另外你看从北到南，从这个西到东全部都有，一共呢已经是有7个人了。不止这样在艰困选区还闹分裂，像是大家最熟知这个港湖区高嘉瑜跟吴欣岱摆不平。台东呢还有也是派系英系的这个刘兆豪不满呢，说他一定要选到底。另外是对上赖坤城，还有屏南选区国民党这边就技术性不提名，但是呢对上谁？你看许富奎跟苏正清的儿子苏孟纯等于说其实也是绿营的自家人内战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这个赵天麟跟郑文灿的事件等于重击到的是赖清德，但是赖清德现在怎么处理？其实赖清德已经在处理了。昨天你看赵天麟刚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打算要辞职那为什么昨天晚上突然之间发了这个声明说要辞职？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党内的压力实在太大。像还有媒体报道说是因为昨天晚上王定宇他们顶不住这个压力，发觉党内很多人敌视赵天麟，最后才劝赵天麟要赶快就是退出选举。那是谁给他这么大敌视的压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嘛。那问题是赵天麟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出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前后拖的时间非常的久，从2011年一路到2018年，甚至还以后。那这么长一段时间，这个人把这个资料握在手上，为什么之前都不丢？是到最近这个时候，这个关键的时刻才丢出来。我们从几个基本判断嘛，第一个，这个显然是他就算不是张晴本人，至少跟张晴脱不了关系，有基础的认识，而且双方有互动嘛，不然的话他怎么拿到这个资料？那再来呢，就是这个人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不差。像民进党现在一直想要带风向，说什么是老共干的，或是国民党干的。老共跟国民党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丢？他要也是等到你赵天麟正式登记之后再丢对不对？就让你换人，让你连换人的机会都没有。正常的操作应该是这样操作嘛。所以我根本不认为这是什么老共或是国民党的事情，这应该就是民进党内部自家人干的。因为说真的，这种资料大概也只有民进党自己人拿得到。那丢出来的目的干什么？丢出来的目的很简单嘛。近就是立法委员的选举，远就是下一届高雄市长的选举，就是要断赵天麟这条路。那我接下来观察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本来说你说赵天麟走了，赵天麟走了之后，那这个位置谁来顶呢？正常的情况来说，因为赵天麟本身有研会啦，要有研会的人，对，应该是有研会的人，而且他在当地不是没有人，就黄文义对。可是问题是我今天看到好几家媒体把黄文义的名字拿掉。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有人要强渡关山吗？那通常我们有一个基本上你跑刑事的、跑社会的都有一个基本，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谁是最大的得利者，大概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干的。那谁顶了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干的呢？大家自己就要去想清楚。那总之，民进党现在内部看起来很多人在争这个位置。那也丢出来这个东西，那也不止丢赵天麟一个东西，郑文灿那边也有丢。对，所以郑文灿那边的情况，当然我认为郑文灿那是另外一个事情，跟赵天麟这个无关。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这两个如果有关，不会丢在同一天就是因为刚好削弱了这个对你刚好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没有串联，才会出现同时把这两个重大的东西丢在同一天。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出发点是不一样，也不是同一伙人干的。但问题来了，现在赵天麟下来，赖清德又要头痛，而且他这个民主大联盟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大笑话，因为你提了这么多人，一个一个中箭落嘛，然后就连本来很稳的一个一个都掉下来。对，那现在其实你们没注意到吗？赖清德已经很久没再提民主大联盟这个事了，因为讲出来就丢人嘛，因为你提的都是这些臭鱼烂虾，讲实话就这样子，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状况啊。那问题是他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对民进党来讲，虽然因为在野的分裂的关系，赖清德目前好像在总统这一个阶层还是占上风，可是，在立委这边，他们看起来情况越来越不妙，因为很多选区他们自己内部分裂，然后很多选区因为临时换将，恐怕都会出现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赖清德的整个布局，恐怕我觉得就值得他深思了。因为现在比如说赵天麟这个位置，
你到底是要顺应继续找友员会的人来呢，还是要找新潮流你自己熟识的人来呢？还是要去找黄杰这一种才刚刚投靠的人来呢？他应该比较偏英系嘛，陈其迈找。因为你看昨天陈其迈的表现，你就知道陈其迈一开始就不挺赵天麟的，他就说要布局要重新考量。对，所以这不是很奇怪吗？赵天麟是在陈其迈竞选的时候帮了大忙的人呢，他怎么一下子立刻跟他切割？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整个在党内恐怕已经操纵了一段时间了，是有人刻意为之的，就是要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赖清德是不是早已经腹中有案底，所以才会去逼赵天麟辞职？我个人认为，民进党的内斗恐怕还没有演完，恐怕还会继续上演。来，正元哥怎么看说这个民进党的内斗这个派系之间斗争的痕迹看起来蛮明显的。民进党的派系哪一天不内斗，哪一天不分赃？他们既斗又分赃，分赃又斗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新潮流的赖品妤的爸爸这个赖静麟，前段时间因为云豹事件被人家批评，赖清德马上怎么样？这个弃赖保赖，弃这个赖保这个赖那现在这个人家说围魏救赵，他现在是弃赵这个救赖，就是赵天麟一定要弃掉。这个里面的民进党的派系，只要谁有问题的话，有时候会互相包庇有时候会互相推挤，都是根据他们派系之间的政治力在做调节。我们倒是不必管他们的家里面怎么分赃怎么搞。我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虽然我们讲说这个赵天麟的女朋友身份曝光，请问真的曝光了吗？有谁知道他是谁？有谁敢保证他不是大陆的特务？谁敢保证？要不然赵天麟在其他委员好好，怎么突然间转到国防外交委员会？怎么突然间主导了召委就要审查国防机密？这难道没有问题吗？还有谁敢保证说，2015年就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赵天麟，他曾经进出中国大陆，他是去交代还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疑云满天应该把赵天麟送交依这个国家情报无法、安全无法最严格的什么处理最严格的处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这种泄密案的问题。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国家的什么总理身边的人阁员如果有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国家的这个人有了这种性关系了以后，都要自己辞职下台的那现在他是不选的，也不能结束，为什么？要进行缜密的泄密调查，要对人家说这个虽然说在刑法上说这个要无罪推定，可是在特务间谍这方面是要有怀疑就要赶快办的啦，不可能等到所有证据明确。所以赵天麟进出大陆怎么回事？你到海外去跟这个身份成谜的女生是交往是怎么回事到底钱是谁出的？他是不是有交代大陆上期待巨款来给你以报答你投稿什么资料？我这样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怀疑的道理是以前民进党教我们的。民进党每次都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我先倒过来同样的怀疑。所以我觉得赵天麟要进入正式的国安危险人物的调查范围里面去，不能这么轻轻的放过。他这两天还在国安委员会出入他还说他为了这个什么浅见国造要投最后一票才离开可以这么简单就放过他吗？那如果放过他，你们民进党有什么脸好指责这个马文君你们凭什么？你们根本胡来嘛！赵天麟这个问题是比谁都严重，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亲中舔共，他真的用舌头去舔，这是玩笑话。可是我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他摆明的就是最应该被怀疑的大陆特务。他应该要被做仔细的铺地毯的调查，他到底大陆上这段时间对民进党那么了解，是不是跟你赵天麟有关？大陆对台湾很多的国防外交这么了解，是不是跟你赵天麟有关？你说，哎呀，我们不能够无的放矢去怀疑他了，没有证据化。现在不是刑事案，这是国家安全案，跟刑事案是不一样的不然你问问我们赖教授。只要任何这种军队、外交、政治人物只要有一点点这方面的被怀疑的东西，都要被彻查、被清查的你跟那女的去过哪几个地点？他说那女的是普通人，
不要忘记啊，泰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罗贤德的，他怎么样？他接触的女朋友也是一般人，最后掀开底盘。是谁？大陆的特务啊！来，这个赖教授被 Q 到了。我只是一直觉得赖清德是应该要站出来讲话了。因为他现在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嘛。民进党的党主席当然要负责他们的所有的提名人的问题吧，因为这些提名人他经过审查。然后他也部署好了，然后他推出来了。可是问题就是怎么会接二连三的一个一个都爆出问题来？那都是私生活有问题，品性有问题，性骚扰，或者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民进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政党？怎么这个政党的这么多的政治人物，这样的一个品德操守、生活都有问题？而你赖清德到今天不出来回应，作为一个党主席不出来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有愧于党主席的一个职责。好，这是第一个要谈的事情。第二个有关于这个赵天麟的婚外情，那我们昨天已经有严厉的批评他了说把太太拿出来当挡箭牌，表示他还恋战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很不以为然，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人说他太太原谅他了，他的言下之意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追究他，连他的太太都原谅他了。那我觉得看不下去了，那他辞职了，很好，就是不选了，很好，不选了。可是他现在的立委辞不辞？他拿的是人民的纳税钱，他的职务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那他现在的婚外情的对象到底是现在还在还是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还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他都没有对我们人民做交代。然后大家在问的问题就在于说，他婚外情的对象是大陆的人士，可是问题就在于，民进党认为你只要甚至你只要沾到大陆，你都是红色的，甚至连台商都被抹红。所以你只要碰到跟大陆有关的都是红色的。那如果以这个做标准的话，民进党对于赵天麟是不是也应该要同样的标准来对待赵天麟？说你已经碰到了，然后你所婚外情的对象，而且这么亲密的对象是跟大陆有关。那你民进党是不是要对赵天麟把他视同是红通的人物，然后应该要对于他要去好好的调查？所以我觉得。选举还没有完成，他现在还有立委的身份，我个人觉得立委是不是也要辞掉？这一点民进党必须要给我们做交代，那赖清德也要给我们做交代，然后赵天麟自己也要做交代，再加上刚刚蔡委员一直点名我说国安单位要介入去调查这件事情，那由于以民进党的标准。那国安单位确实应该要介入调查了，因为以民进党的标准，民进党认为只要你有跟大陆接触，你就是有问题。例如说，我们参加海峡两岸论坛，那就有问题。县市长去不行，里长去不行，然后你跟大陆有接触不行。以这么高严格的标准来说，你的立委旁边睡觉的那个人，那他道地地就是大陆人，那该不该调查？以民进党的标准，是不是应该要调查？确实应该调查了嘛。对，因为其实很多疑点呢，大家现在还没有厘清，就很想知道到底这些疑点是什么。